观之道为使者，大家好，我是你们的知友小关，很高兴再次与大家见面。你知道吗？筷子用好了可以成为我们的养生法宝，治疗肩周炎、去心火，用不好则会感染细菌，甚至致癌。人一上了年纪，身子骨比不上年轻的时候，腰酸背痛是常有的事，很是难受，总想要揉一揉、按一按。有的老年人还会花钱去做按摩推拿，其实并不用这么麻烦，用一根筷子就能实现的按摩养生法，自给自足不花钱，何乐而不为呢？快来学学吧。1. 治疗肩周炎。第一招，搓劳宫穴。筷子有圆的一头，有方的一头，两手握住方的一头，反复来回的搓，一直把手掌心搓到发热。掌心的穴位叫做劳宫穴，可以活化气血循环。第二招，搓小鱼际。用2个手的小鱼际夹住筷子来回搓，小鱼际是小肠经的位置，小肠经循行于肩膀，所以叫肩脉。肩周炎的问题，重点靠小肠经来调节，把这里搓热，可以活化肩膀的血液循环。2. 夏季去心火。舌尖发红、烦躁失眠、爱着急，这是很多人夏天心火大的表现。利用下面2招可以帮助夏季养心安神、助睡眠哟。第一招，搓掌心。把筷子放在手掌心，手掌中间是心包经，内侧是心经，双手握住筷子，一定要是筷子的上半部分，因为它有棱会起到刺激效果。双手握住它，反复的搓动，手掌会有刺激感，会发红发热，疏通心经，起到去心火的作用。第二招，顶压劳宫穴。手握拳后，中指指尖点到的位置就是劳宫穴，找准2个劳宫穴，用手来顶住筷子，轻轻的挤压，有按摩的作用。3. 检查气血储备量。用筷子的一端来点压大鱼际的位置，按压下去迅速松开，观察肌肉是不是快速的反弹。如果肌肉的反弹力和回血力非常的快，代表气血充足；如果按下去是个坑，反弹的非常慢，代表气血亏虚，要赶紧去补养气血了。4. 按摩鱼际穴。中医认为手上有非常多的反射区域，是与五脏相通的，通过手上的穴位来一点点刺激我们的五脏，可以使五脏受到一些良性的刺激。第一招，摩擦大鱼际。取2双有方棱的筷子放在手里，一直做搓洗筷子的动作，双手反复的摩擦。除了摩擦我们的手心之外，还应该注意摩擦大拇指根部的大鱼际。每次搓擦5分钟，每天2次，可以预防感冒，治疗呼吸系统疾病。5. 夏季防中暑。夏季可以将手掌摊平，用筷子的上半部分搓滚指尖上的十宣穴，对中暑、高热、昏迷、中风和老年痴呆症有一定的防治效果。6. 头痛便秘。用筷子头按压三间穴，三间穴位于食指根部，为握拳，在食指侧边，食指指尖对应的地方即为三间穴。三间穴上可通达头面，防治头痛、牙痛、目痛、喉痛，下可复通行气，泄可止，便秘可通，是保健长寿穴。以上便是用筷子按摩的全部方法了。当然了，筷子也需要保养的。在日常生活中，家里的筷子用久了会发霉变色，可不要小瞧这一现象。筷子发霉很可能产生黄曲霉毒素，就是致癌的来源。黄曲霉毒素是经过世界卫生组织表明的1类致癌物，可以对肝脏造成无以复加的伤害，严重时导致肝癌和死亡。为什么筷子用时间长会发霉，产生致癌物质呢？一是因为筷子没洗干净，食物残留在筷子上，食物霉变产生黄曲霉毒素；二是筷子用久了，表面开裂，裂缝中藏污纳垢，产生霉变。筷子霉变可能产生很多霉菌，大多数霉菌物质都是对身体无害的，所以不需要过分恐慌，但是依然需要提高警惕，避免黄曲霉毒素危害身体健康。既然筷子容易发霉，如何避免筷子发霉也成了我们养生的一个重要环节。跟着小关学下面几招，健康用筷不在话下。1. 勤换筷子。你家的筷子多久换一次？
一般来说，只要筷子没有断、没有丢失、没有发霉，基本上不会更换新的筷子。有的家庭甚至会1-2年不换筷子，这样是不健康的。随着时间的变化，筷子表面会慢慢发生变化，食物、洗涤剂、细菌、病毒都会渗入到筷子里面，导致病从口入。小关建议大家最好3到6个月更换一次筷子，这样才能保持健康卫生。2、使用前清洗。筷子在筷筒里1天之内就能产生霉菌，还会沾染许多灰尘。即便是已经洗干净的筷子，在使用之前最好也再清洗一遍。在日常生活中，使用前要闻一闻筷子有没有霉味，看一看筷子表面有没有变色和霉斑。如果发现，应该及时更换新的筷子。3、烘干后放入筷筒。木筷、竹筷最容易发霉，这种筷子洗干净之后不应该直接放入筷筒，会在潮湿的环境滋生细菌霉菌。建议把洗好的筷子烘干或者晾干后再放入筷筒里面，最好是放入消毒柜中，定期消毒，筷子用起来健康又放心。4、选择镂空的筷筒。筷子不用的时候一般放在筷筒中，所以筷筒的选择尤为重要，应该选择镂空的筷筒。这样的话，筷子间通风干燥，就不会轻易发霉了。小关在这里建议大家放筷子的时候应该筷头朝上放置，避免细菌滋生。为了我们的健康考虑，筷筒也要定期清洗和消毒哟。筷子发霉的一方面原因就是清洗不当，食物残留在筷子上导致的，所以一定时间给筷子来一次彻底的清洗很有必要。下面是正确的清洗方法。1、将筷子放入盆中，加入食盐和食用碱，再加开水泡5分钟。2、将脏水倒掉后，加入白醋和温开水，清洗筷子后放入消毒柜烘干。没有消毒柜可以晾干再放入筷筒。清洗筷子的时候，不要一大把筷子一起搓，应该顺着筷子的纹路去洗，这样筷子不易掉漆损坏，洗出来的筷子也很干净。1星期左右就要彻底清洗一次筷子哟。市面上的筷子五花八门，如何挑选一款最合适的筷子呢？首先要了解每一种筷子的优缺点，再根据自己需要进行选择。1、木筷。木筷是多数家庭中最常用的筷子，它由天然的材料制成，具有绿色环保、重量轻、手感好、遇高温不变形等优点。最重要的是价格亲民，但是木筷最易发霉，产生黄曲霉毒素的风险也最大，所以在日常生活中要仔细清洁护理和及时更换新筷。2、漆筷。漆筷是在木筷子的表面涂一层漆，这种筷子颜色绚丽，图案美丽，同时也避免了木筷子易发霉的弊端。但漆筷上的漆中含有重金属和化学药品，在使用过程中可能掉落到嘴里，摄入人体后可能会对身体有危害。3、塑料筷子。五颜六色、造价低廉的塑料筷子不仅清洗方便，而且不容易损坏。但是塑料筷子受热容易变形，还会在高温中产生对身体有害的物质。4、金属筷子。金属筷子在韩国使用很普遍，它是不锈钢材质，光滑无缝，相对于木筷比较健康，不易残留食物，滋生细菌，清洗也很方便。在使用性能方面，金属筷不如木筷顺手，因为它表面光滑，重量较重，不容易夹到菜，而且金属筷传热性好，不小心还会烫手、烫嘴。另外，我们去餐厅吃饭或者点外卖，不可避免会用到外面的筷子，外面的筷子卫生吗？一次性筷子卫生吗？其实未必。一次性筷子虽然是木筷，在加工的过程中会用到滑石粉等化学物质，会给人体带来很大危害。比如滑石粉会给人体肝脏代谢造成负担，严重时会导致胆结石。所以小关建议大家在有条件的情况下，最好不要使用外卖的一次性筷子。在餐馆吃饭时，经常会用开水烫洗一遍碗筷，这是好习惯。虽然不能达到消毒的效果，但是可以进一步去除碗筷上的灰尘，杀死一部分细菌病毒。其实大部分正规餐馆的碗筷都是提前在消毒柜经过消毒处理的，在外面吃饭也无需太担心。
好了，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，观友们可以在视频下方给小关留言，喜欢小关的别忘记点击订阅哟。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。